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来制作拿破仑蛋糕。虽然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拿破仑蛋糕，但是我知道它特别的好吃。需要用到繁琐的起酥工艺，所以也叫千层酥皮蛋糕。丰富的夹层，口感味道在蛋糕里都是数一数二的。这种起酥蛋糕也是老爷子拿手的手艺之一。那今天咱就把这款拿破仑蛋糕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200克的中筋面粉，也是家里最常用的面粉。依次加入10克的白砂糖，2克的食用盐。用牛奶来和面，大概130克左右，如果用水就120克左右。先用筷子把材料搅拌成絮状。接下来继续添加20克的黄油，然后把材料和成一个面团。面团成型以后，和面盆中不好用力，直接拿到案板上来揉，大概揉个2到3分钟吧。面团揉光滑就放回到和面盆中，盖上盖子或者是包起来，松弛半个小时。趁着松弛的时间来擀一片黄油，准备大概90克的黄油，不要软化，用刚在冰箱取出来的。先用小刀把这块黄油切得薄一点，然后把黄油加在2张烘焙纸里，用擀面杖轻压轻擀的把黄油擀成薄片，大概擀到长宽12公分左右就可以了，然后放在冰箱里保存，等面团松弛好。面团松弛好以后就不要再揉了，案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，直接用擀面杖擀开，擀到刚好能包入黄油片就行。面皮包入黄油片之后一定要捏紧实，不然一擀容易漏。用擀面杖轻轻地擀一下，让包口更紧实，然后包口冲上，直接来开酥。开酥的时候时不时的撒点干面粉，防止破酥。擀到目测有35公分乘20公分左右，就把面皮叠起来，就像视频里一样叠个3折，这样就算一次。我们需要开4次酥，剩余的3次和这个步骤都是一样的。如果天气比较热，或者是做的比较慢，面皮变软了，就放在冰箱里冷藏15分钟左右再继续。现在叠起来，第2次就完成了。前几天做的红豆酥和这个差不多，都需要开酥。好多朋友也发照片给我了，都做成功了。现在叠起来就是第3次完成了。现在的面皮已经很软了，所以需要放在冰箱里冷藏15分钟。如果天气比较热，或者是做的比较慢的朋友，做一次就得冷藏一次。面皮冷藏完之后，就进行第4次开酥。开酥的时候记得撒一些干面粉。稍微大一点的超市也有卖这种酥皮的，一般是和华夫饼放在一起。买来的酥皮做起来确实方便，但是口感差不少。现在是第4次已经完成了，只需要最后擀成一张大面皮就行了。最后面皮大概擀到有37公分乘27公分，也是根据自己烤箱的大小准备的材料。一般40升以上的烤箱没有问题，40升以下的烤箱就适当的减少点材料。取来一个滚针，面皮的表面滚上一圈，如果没有就用牙签手动的扎上，接着放在烤盘里就可以送入烤箱了。烤箱记得提前升温。烘烤的过程有一点复杂，大家一定要记好。先把烤箱预热到上下火都是18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8分钟，之后上下火都降到140度，再烤15分钟，然后取出。烤好之后特别蓬松，需要在上面盖上一张烘焙纸，用烤盘或者是别的工具轻压几下，压扁一点。之后就放在一旁放凉，放凉的时候不要盖东西。放凉之后先把边角去掉，然后切成小块。视频中是切了12块出来。为了口感更好，切好之后再放回到烤盘上，把烤箱预热到上下火都是140度，
放在中层再烤8分钟左右。酥皮烤起来比较复杂，每个烤箱的大小品牌不一样，所以烤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观察表面的上色情况。烤好之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制作中间夹的胚子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。取来4个鸡蛋，把蛋清和蛋黄先分离，蛋清放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中，接着加入40克的白砂糖，一点塔塔粉不到1克，如果没有就用几滴的白醋或者是柠檬汁代替。然后取来打蛋器，先开低速防止材料飞溅，然后开高速持续打发。打发到蛋清中性发泡，拿出来打蛋头上带有这种弯钩状，纹路不易消失就行了，大概2分钟左右。接着把蛋黄倒进去再打一会儿，不用时间太长了，打到颜色均匀，同样纹路不易消失，估计也就在1分半左右。接下来再添加40克的玉米油，过筛80克的低筋粉。取来刮刀，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把材料混合均匀，切记不要瞎搅。快速的把材料混合好之后，取来烤盘。烤盘的大小是长35厘米，宽26厘米，稍微小一点的，只要别小太多的都可以。烤盘里记着提前铺上一张烘焙纸，材料倒进去之后辅助找平，然后送入烤箱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上下火都预热到14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4分钟左右。烤好之后，在烤盘里取出来，撕掉4周的烘焙纸，然后放凉。到了这一步，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。放凉之后，准备少许的淡奶油，淡奶油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少许的白砂糖，10克、20克都可以，然后打发。这一步很简单，我们直接来看下一步。把放凉的蛋糕胚子在中间切开，在其中的一半抹上自己喜欢吃的果酱，也可以加入一些水果，做法比较多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就行了。果酱涂抹均匀之后，就把胚子叠起来，把打发好的奶油装在裱花袋里，方便操作。装的时候可以把裱花袋套在杯子上。接着把蛋糕胚子边角也去掉，切成和刚才酥皮同等大小。然后2张酥皮一上一下，中间抹上奶油，夹上蛋糕胚子。全部做好之后，准备少许的杏仁片，放在烤箱里，用上下火180度，中层烤至微微发黄就行。烤好之后取出放凉，然后在蛋糕的表面抹上奶油，撒上杏仁片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切下来的边角也可以捏碎撒在上面，这样就不会浪费了。这款蛋糕啊，口感味道没得说，确实好，咱就不吹牛了，毕竟很多大师傅啊做的比老爷子还要好，确实有点复杂，配音稿就写了2个多小时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